濒死体验者给出的重要的概念是，这个世界不存在时间与空间。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飘飘飘哥。今天我们从不同的视角来聊一聊天人合一。要了解天人合一，我们就要知道宇宙全像投影之空间之谜，也就是我们到底在哪里。前几部宇宙全像投影我会放到视频的下方，包括时间之谜、被切碎的大脑、电浆实验和量子汤等等，大家可以自取。如果从全像投影的角度来思考我们在哪里，那么经历过隐含秩序层和濒死体验的人最有发言权。咱们一起来掰扯掰扯。濒死体验似乎没有明显的特征倾向，许多的研究都指出它与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种族、社会阶级、教育程度、收入、宗教、灵性信仰或者是所住区域都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人们对濒死经验的描述却都是大同小异。一位西雅图的儿科医生摩斯曾经试图抢救一名7岁的溺水小女孩，虽然她当时被救活了，但是已经处于深度的昏迷状态，瞳孔已经放大，肌肉也失去了弹性，角膜已经没有反应。这种状态被称为第3度格罗斯科昏迷，已经达到了由于昏迷太深几乎无法恢复的程度。幸运的是，奇迹发生了，小女孩最终醒过来了。同样不可思议的是，她醒来之后见到了摩斯医生，就说自己认识他，而且看着他救活自己昏睡的身体。摩斯听到之后自然想问小女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小女孩说自己刚才离开了身体，穿过一条隧道后到达了天堂，并且见到了天父。尽管她自己想选择留下来，但是天父说她还不该留下来，而且如果留下来的话无法再见到她的妈妈了。于是小女孩还是决定回到人间。后来摩斯为一家爱德华州的空中交通服务公司工作，负责将病人送到医院。在这10年期间，他有机会接触过许多的死亡而复生的儿童，他们的描述也都非常相似。失去知觉之后，在身体之外看见了医生抢救自己，然后经过一条隧道被发光的生物安抚，而且意识在濒死体验中的模样也不固定。有的濒死体验者发现自己离开身体后可以是无身体的能量云的状态，也可以随心念造出身体的形态。比如有一名濒死体验者说自己从身体中出来时发现自己像一只水母，就像是肥皂泡一样落在了地板上，随后立即伸展成为了一个裸男的形象。当时屋内有2名女士，这使他感到非常尴尬，这一感觉又让他立即变成了穿着衣服的样子。除了实际经历濒死体验，催眠师惠顿通过催眠使病人进入了死亡状态，发现他们也都讲出了濒死体验的共同的经历。此外，到达那个世界之后会回溯一生的经历，来刷新记忆，以便计划下一生。Oh my god， 嗷嗷狠！有的病人说自己停止思考时就没有身体，像无边的云里的其中一片，完全分不出彼此，但开始思考时就变成自己了。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这就对上了。可见思考非常重要，这是你能活着的体现。病人想出来的身体与前生的相同，但如果死后状态停留的足够久，身体就会变成所有前生的综合体，而且还有一个特殊的名字，但没有一个病人能够发生出这个名字的发音。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可能我们的相貌除了像父母的部分之外，剩下的就是前几世的自己了。许多病人都说，感觉自己没有任何的形态或者形状，只是以心念或者自己的方式存在。有的病人会觉得自己是一片彩云、一团雾，或者是一种能量状态。有的濒死体验者也指出，肉身除了由不同的频率的彩色的光组成，也由声音组成。一名亚利桑那州的女士在分娩时经历了濒死体验，并且由此了解到了所有的人与物都有自己的音调和色彩区间。在天堂里，就像在七彩的光谱中穿梭，接触到人时还能够听到对方的声音，并且自己的声音与之协调融合。从全像的角度看，濒死体验者将所到达的地方描述为一个由光、较高层的震荡或者是频率构成的世界。有些濒死体验者还会加上天乐这一描述。与我们的音乐相比，像是一种震荡的组合。光与音乐本质上都是频率，死亡似乎是意识由世俗世界进入了一种全向性的纯频率世界，而且回溯一生也符合全像特征。格洛夫和哈佛医药人类学家哈利菲克斯共同研究濒死体验时，也遇到许多的濒死经验者自己使用全像这个名词来描述回溯一生的整个过程。回溯景象极其鲜明完整，就像进入了自己的立体传记电影，生命中的每一刻都会详尽的重演。濒死体验者重新经验到一生中所有事件的喜怒哀乐，而且还能感觉到所有参与事件的人产生的情绪，因此能感受到自己善待他人的愉悦，也能感受到伤害他人的痛苦。比如有一位女士重新经验童年的景象时，感受到自己抢走妹妹的玩具的时候，妹妹那种失落和无奈的情绪，她也能够感受得到。思想有一种连通的通道，伤害别人就是伤害自己，出来混早晚都是要还的，这就对上了。同时濒死体验者给出的重要的概念是，这个世界不存在时间与空间，或者是无法用时空来描述。这既符合隐含秩序层的交互相互关联性和无位置的特性，也说明这种频率世界是存意识的。而濒死体验者中有很多的事例显示心与脑是可以分离的，这意味着心也是以全像的方式在运作的。可能心在濒死的高频状态中，就像镭射光通过干扰波形在软片上留下全像一样，心会继续的将频率转化为我们能够认知的世界。在濒死体验中，心念就是一种光。一些现象也可以佐证隐含秩序层是心造的全像世界。有一个孩子描述濒死体验时说，每次当他想要食物的时候，食物就会出现，而实际上他并不需要进食，而且象征性的事物也会以实体的形式展现出来。比如催眠师惠顿的一位病人说，光状生物向他介绍一位在自己来生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女士时，她并不是以人形出现的，而是半玫瑰半响尾蛇的形态。在光状生物的帮助之下，他才明白原来自己与他已经相爱过2世，但是2次死亡他都有责任。于是他以这种爱与不祥的混合全像的形式出现。回教大师 Harad Khan 也接受过惠顿的测试。康在圣境中旅游时，偶尔也会遇到半人半兽的生物。他知道这些变形的人具有象征意义，表示他具有一部分动物的特性。比如，如果他非常的健壮，可能会显现为狮子的头；如果聪明狡猾，可能会显现为狐狸的头。一些古代文化当中，比如埃及文化，认为主宰死后世界的神灵们有动物的头
可能就和这一现象有关。这符合全像的虚幻特征。死后世界的全像景象反映了我们心中的思想认知，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西方人在濒死体验中看到的光柱生物是基督教中的人物形象，而印度人会看到印度教的圣神。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有的穿过隧道，有的穿过桥梁，有的走过一条路，有的越过了一片水域。这些差异也反过来印证了所有的景象都是由濒死体验者的心念所造就的。而且还有一种大胆的脑洞推断，就是我们所在的世界和我们死后的世界一样，都是由心念创造出来的。这方面的事例也有很多，我们就通过多重人格的事例分享一下心念创造现实的强大力量。医学上有一种说法叫做多重性格人神经病，在这里飘哥不想把与我们不同的人定义为神经病，天才在左，疯子在右，换个角度看他们比我们可能更牛，所以称其为多重人格更为合理。多重人格的人每一个性格都有不同的脑波模式，心理特征也完全不同，名字、年纪、记忆、能力、性别、文化、种族、艺术天分、智商、外语能力、书法能力都有所不同。最神奇的是，当他们转换人格时，连生理状况都会随之变化。芝加哥国际多重人格研究组织的布朗博士，他就接触到一位多重人格的病人，他所有的人格当中只有一个不对橘子汁过敏，切换到其他的人格，喝橘子汁就会出疹子；切换到不过敏的人格时，就可以正常的喝橘子汁，疹子也会退去。这是不是意识决定肉体呢？耶鲁的多重人格专家赫兰博士遇到一个更加惊人的案例。有一天，一位多重人格的人整只眼睛由于被黄蜂叮咬肿了起来，于是赫兰博士为他打电话约眼科医生。不巧的是，眼科医生1小时后才能为他治疗。见病人疼痛难忍，赫兰博士使用了一些方法，成功的叫出了他的另一个完全不会感到痛苦的麻醉人格，他的疼痛感立即就消失了。后来又因为一些事情没有及时的去看眼科医生，过了预约时间才去，当时淤肿已经消退，医生看了看，直接就让他回家了。但是过了一会儿，原来的人格又出来了，眼睛竟然也再肿了起来。第二天，无奈他又去看那位眼科医生，眼科医生治疗之后一脸懵逼，他怀疑昨天的治疗自己是不是在做梦，或者是自己幻想出来的。而且不同的人格对药物的反应也不同，同样的身体，有的人格5毫克的药物就会睡着了，睡得很香，而100毫克对另外一个人格都无效。如果人格中有成人与孩子，在成人人格时用的药物，到孩子的人格时就会出现用药过量的状况。如果遇到了麻醉无效的人格，还会在手术中醒过来。以上情况听着好像有的时候感到有点惨，但是多重人格也有非常酷的生理变化，它们可以变换疤痕、胎记、脓包、左撇子，包括视力也可以变换。因此有些多重人格随身带多副眼镜，有的人格是色盲，有的人格甚至连眼睛的虹膜的颜色都可以变换。女士们注意了，美瞳瞬间就弱爆了。语言能力病理学家克里斯汀·拉罗还发现，多重人格的每一个人的人格都有自己的声音模式，这是一种很难改变的生理特征，甚至是顶级的演员也无法掩饰自己声音的模式的。这里是否会联想到弦理论呢？咱们曾经讲过的灵魂藏在你的细胞里就分享过，所有的微粒子并非是无序的，它们都有它们的活动规律，而且不同的人格正是他们以不同的规律在活动着呢。而这种活动就是一种大宇宙的协调呢？细思是否感到极恐呢？
这个世界可能不像科学所理解的那样。多重人格的恢复能力似乎比一般人也强，3级烧伤也可能非常快速的恢复。一位叫做卡山加的多重人格者对快速复原能力的理解是自己有平行处理能力，其他人格没有出现时，他们仍然知道自己的存在，并且都有各自的思考能力，因此他能够同时思考许多不同类型的事情，也能够同时做许多的事情。比如他有一个叫西莱施的副人格，有解剖学和心理学知识，能够整天静坐观想身体健康，这对他的健康有莫大的帮助。研究学者韦伯博士，他还相信多重人格的人比一般的人衰老得更慢。这些多重人格是否意味着有多个灵魂同时居住在一个肉身呢？或者是一个肉身被多个灵魂关顾和裹挟着呢？史威登堡就是一位著名的穿梭于隐含秩序层和现实世界的瑞典科学家。他认为人类看似是独立的个体，实际上我们与宇宙完全一体的相连着，从个人到宇宙都是神圣大宇宙中的一个小宇宙，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天堂的缩影，而我们的宇宙是由来自天界和我们灵魂的这2种波流所创造和维持的。我们可能一直都在自己也在所有人的心念里，意识到这个原理，才能真正的理解神物我如，天人合一了。好的，大家是如何理解天人合一的呢？希望大家能够留言，咱们下期继续飘 Peace and Joy。